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神奇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不得不思考，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命运的安排？我们的生活轨迹是否早已被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所牵引？丽姐，我真的好想去台湾啊！听说那边的男生特别温柔体贴，不像大陆的直男癌那么多。林小薇趴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拖着腮帮子，眼神中充满向往。小薇是我相亲机构的老客户了，南京姑娘，今年28岁，身高167，身材凹凸有致，尤其是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和修长的双腿，走在街上绝对是回头率100%的那种。可别看她外表光鲜亮丽，感情路却是一波三折。大学时的初恋劈腿，工作后遇到的又都是些渣男，这姑娘心里早就有了阴影，总觉得南京的优质男青年都被人挑光了。小薇啊，台湾确实是个好地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说那边的男生就都好啊。两岸差异确实存在，但人品这东西哪里都一样，得仔细甄别。我给他倒了杯茶，不过你要是真想去台湾玩，倒是可以趁着年假去看看，说不定还真有桃花等着你呢。没想到我这随口一说，小薇还真的动心了。1个月后，她真的请了年假，背起行囊就去了台湾。丽姐，我到台南了，这里太美了吧，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慢生活天堂。小薇在台南的第1天就发来了朋友圈，照片里的她站在赤坎楼前，笑靥如花。我给她点了个赞，心想这丫头运气不错，正好赶上台南的好天气。要知道，台南虽然是台湾最古老的城市，文化底蕴深厚，但这个时节去，有时候会遇到连绵阴雨，影响心情。谁知道第3天，我正在处理客户资料，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台湾号码。请问是林小薇的朋友吗？电话那头是个男生，听起来很焦急。是的，我是他在大陆的朋友，请问发生什么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林小姐在安平古堡附近遭遇车祸，现在已经送往成大医院。她手机里的紧急联系人是您，所以我们联系您。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伤势严重吗？目前情况稳定，不过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您能联系到他在台湾的亲友吗？他是1个人去的台湾旅游，在那边没有亲友。我急得直跺脚，麻烦您告诉我医院的具体地址。我马上订机票过去。挂了电话，我二话不说收拾行李，联系了几个靠谱的同事帮忙照看相亲机构的事务，然后火速订了最早的航班飞往台湾。到达成大医院已经是第2天上午，一路上我忐忑不安，生怕小薇出什么事。推开病房门，我看到小薇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右腿打着石膏，脸色苍白但精神尚可。丽姐，你真的来了。小薇看到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傻丫头，出这么大事当然要来。我赶紧上前握住她的手，怎么回事啊？好好的怎么就发生车祸了？小薇抹了抹眼泪。我当时在安平古堡附近骑单车，一辆摩托车突然冲出来，我躲闪不及就摔倒了，幸好伤的不是特别严重，医生说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正说着，房门被推开，一个穿着便装的男子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林小姐，你醒了，我是负责处理你车祸的消防员陈佳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我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个男人，身高约180，身材健硕但不夸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说话的语气轻柔却坚定，典型的台湾暖男形象。谢谢你，陈先生。小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这位是？陈佳宇看向我。我是林小薇的朋友李丽，她在大陆的朋友，你可以叫我丽姐。我主动介绍自己，丽姐你好。陈佳宇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向小薇，我今天来除了看望你，还有一件事想问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是那种传统的平安符袋，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这个护身符是你的吗？我在处理事故现场的时候发现的。小薇接过护身符，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脸色突然变得惨白。这不可能，怎么了？我和陈佳宇异口同声地问道。这个护身符是我小时候的，上面绣着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我12岁那年随父母第1次来台湾旅游，在台南的一家庙里求的。
可是当天晚上就弄丢了，怎么可能？小薇的声音颤抖着。什么？15年前的东西？陈佳宇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是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一家去了台南的大天后宫，妈妈特意让道士给我求了这个护身符，说能保佑我平安。结果当天晚上去夜市的时候就不见了，我还因此哭了好久，这也太巧了吧！我惊讶得合不拢嘴，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陈佳宇沉思了一会儿，我记得那个位置附近几年前重新铺过路面，这个护身符可能是那时候埋在了下面。这次因为你的事故，路面有些损坏，它才重新出现。但无论如何，这也太神奇了，怎么偏偏就被我发现了，而且又恰好是你的？病房里一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被这个不可思议的巧合震惊得说不出话。小薇在医院住了5天就出院了，让我意外的是，这5天里，陈佳宇每天都来探望，有时候带点当地的小吃，有时候带些书籍杂志，陪小薇聊天解闷。小薇，你这桃花运来的也太突然了吧？我趁陈佳宇去买饮料的空档打趣道。丽姐，你别瞎说。小薇脸一下子红了，人家只是出于职责关心我而已。得了吧，我做红娘这么多年，还看不出来男人对女人有没有意思。他那眼神哪是单纯的关心啊？我撇撇嘴。而且我观察了几天，这陈佳宇确实是个不错的男人，为人体贴，性格温和，工作稳定，还很有责任心。在台湾，消防员可是铁饭碗，待遇也不错呢。可是我们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就算真有好感，也是异地啊。小薇叹了口气，感情这事儿讲究的就是缘分。你看这护身符的事，简直就像是冥冥中的安排。再说了，两岸又不是不通，飞机一坐就到了。我给他打气，年轻人嘛，多接触接触再说。出院那天，陈佳宇开车送我们回酒店。路上，他突然说道：“林小姐，下周末我休假2天，如果你的腿好的差不多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台南真正美丽的地方，不是那些旅游景点，而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众地方。好啊。”还没等小薇回答，我就先答应下来，然后冲小薇挤眉弄眼。小薇无奈地白了我一眼，但嘴角却掩不住上扬的弧度。接下来的日子里，陈佳宇果然成了我们的专属导游。他带我们去了台南最地道的小吃街，尝了各种美食，去了安静的渔村，看海天一色的美景，去了隐藏在小巷中的古老书店，感受文艺气息。每到一处，他都会耐心地讲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不时穿插一些只有台南人才知道的趣事。我看得出来，小薇是真的被打动了。她看陈佳宇的眼神越来越柔软，笑容也越来越灿烂。尤其是听陈佳宇讲述台南的老故事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仿佛整个人都被点亮了。丽姐，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某天晚上，小薇躺在酒店的床上，轻声对我说：“看出来了。”我笑着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小薇翻了个身，我的假期还有1周就结束了，到时候就得回南京。而且我和他认识的时间这么短，贸然开口会不会太快了？感情这东西没有什么太快不太快的。我坐到他床边，有些人相处10年都不如相处10天的了解深。我看那个陈佳宇对你也是有意思的，不然怎么会花这么多时间陪你？可台湾和大陆毕竟是2个不同的地方啊。小薇犹豫着。我听说台湾男生和大陆男生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差异还挺大的。差异当然是有的，我点点头。台湾男生普遍比较细心温柔，注重生活品质，愿意分担家务，也更尊重女性的想法。而大陆男生相对来说可能更现实一些，更看重事业和未来发展。但这只是大体趋势，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就是怕，万一真的在一起了，以后会有很多现实问题。他在台南有稳定的工作，我在南京也有自己的事业，谁去迁就谁呢？这些都是可以慢慢商量的事情。我拍拍他的肩膀，感情是2个人的事，需要双方一起面对，一起解决问题。你先别想那么远，眼下最重要的是你确定自己的感受，然后勇敢表达。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再过2天不是你生日吗？我看陈佳宇把这事记得很清楚，估计会有安排。
你可以趁那个机会试着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看看他的反应。好，小薇点点头，眼神中透着坚定。小薇的生日那天，果然如我所料，陈佳玉早早就发来消息，说要给她一个惊喜。晚上6点，她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口，开着一辆精心装饰过的车，后座上还放着一个精致的蛋糕盒。今天我想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过生日，陈佳宇神秘地说。我本来打算当电灯泡的，结果陈佳宇说他已经安排了一位朋友陪我去品尝台南最有名的牛肉面。我心领神会，欣然接受了这个支开我的安排。分开前，我对小薇使了个眼色，小声说：“好好把握机会。”小薇红着脸点点头。陈佳宇带着小薇来到了台南市郊的一座小山上。夜幕降临，整个台南城的灯光尽收眼底，远处的海面在月光下泛着银光。这里是我小时候经常来的地方。陈佳宇铺好野餐垫，点上蜡烛。每当有心事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骑车上山，在这里看着城市的灯光，整个人就会平静下来。真美！小薇由衷的赞叹。谢谢你带我来这里，生日快乐！陈佳宇打开蛋糕盒，里面是一个精致的芒果蛋糕，上面用水果拼出了 Happy Birthday 的字样。小薇许下愿望，吹灭了蜡烛，还有一个礼物。陈佳宇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希望你会喜欢。小薇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精致的项链，吊坠是一个小小的护身符形状，做工精细，正面刻着他的名字。我特意找了匠人定制的，是按照那个护身符的样子做的。陈佳宇有些局促地解释，我想，既然那个护身符能跨越15年找到你，那它一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小薇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眶湿润了。陈佳宇深吸了一口气，林小薇，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可能你会觉得我太唐突，但是从第一次在医院醒来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感觉我们好像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小薇轻声说，我不知道你回南京后我们会怎样，但我想试一试。无论是我去南京，还是你来台南，或者我们先维持异地恋一段时间，我都愿意为这段感情努力。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小薇没有立即回答，她望着远处的灯火，思绪万千。在大陆，很多人会说我傻，认识才几天就确定关系，但我感觉有些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真诚和善良。他转过头，直视陈佳宇的眼睛，我很喜欢你，真的。但我也有自己的顾虑，比如未来的生活、事业的选择，甚至是两岸的文化差异。我明白，陈佳宇点点头，这些都是实际问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在乎彼此，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关于文化差异，我倒觉得这正是我们互相吸引的地方之一。你身上有大陆女孩特有的那种自信和直率，而你说你喜欢我的细腻和体贴，这不正是一种互补吗？是啊，小薇微笑着。其实我已经在思考，我在南京的工作可以申请远程办公，至少先尝试一段时间，看看是否适应台南的生活。真的吗？陈佳宇惊喜地问道。我是做设计的，本来就不需要天天去公司，而且台南这边的生活节奏比南京慢一些，可能更适合我的工作状态。小薇的眼睛亮晶晶的，而且我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你的一切，了解你成长的这座城市，了解那个在我小时候就可能和你擦肩而过的地方。那我们试试看。陈佳宇伸出手。好，我们试试看。小薇将手放在他的掌心，在满天星辰下，他们交换了第一个吻，仿佛命运的齿轮终于咬合在了一起。小薇的假期结束了，按照原计划，她需要回南京继续工作。临行前一晚，陈佳宇带她去了台南著名的花园夜市，想给她留下美好的回忆。你尝尝这个台南特色小吃棺材板，虽然名字听着吓人，其实超级好吃的。陈佳宇将一块外酥里嫩的面包递给小薇。小薇接过来咬了一口，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哇，真的好好吃！外面是酥脆的面包，里面居然是浓郁的海鲜汤，这组合太神奇了吧！所以说啊，台南真的是美食天堂，光是小吃就能让你吃上1个月不重样。陈佳宇骄傲地说。
两人在夜市里穿梭，品尝各种美食，购买纪念品，气氛轻松而甜蜜。但随着夜色渐深，即将分别的愁绪也悄悄爬上心头。你说，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冲动了？走在返回酒店的路上，小薇突然问道。什么意思？陈佳宇握紧了她的手。就是我们才认识不到2周就决定要异地恋。台湾和大陆虽然一海之隔，但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甚至是价值观可能都有不小的差异。小薇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他。我怕我们是被这种浪漫的相遇方式冲昏了头脑，等回归现实后，会发现彼此并不合适。陈佳宇沉默了一会儿，我承认，我们确实认识得很短，但我从不认为感情需要时间来证明。有些人相处10年都不如相处10天了解得深。关于差异，每段感情都会面临差异，即使是同一个城市的2个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去理解对方，包容对方。可是，小薇，问你一个问题，陈佳宇打断他，你觉得这2周来，我有什么地方让你特别不能接受的吗？小薇思考了一下，摇摇头，没有。相反，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你总是能考虑到我的需要，让我感到舒适和安心。那就够了。陈佳宇笑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相处中慢慢解决。毕竟爱情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2个人共同经营和呵护。小薇靠在他肩膀上，你知道吗？大陆男生很少会这么耐心地沟通感情问题。他们要么不愿意谈，觉得矫情，要么就是简单粗暴的表达，缺乏情感的细腻度。这不能一概而论啦。陈佳宇笑着说，可能只是你遇到的那几个比较直男癌而已。台湾这边也有很多直男的啦，只是可能从小的教育环境不同，更强调情感表达和尊重。确实是教育方式的差异吧。小薇若有所思，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台南这座城市，慢节奏的生活，热情的人们，还有你。陈佳宇低头吻了他的发顶，那就别想那么多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一切困难都能克服。第2天，我和小薇启程回南京。在机场，陈佳宇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们。丽姐，麻烦你多照顾小薇。他握着我的手，真诚地说。放心吧，我可是专业红娘，最懂得如何呵护这些小情侣了。我打趣道，你们俩好好保持联系，别让距离成为问题。看着小薇和陈佳宇拥抱告别的画面，我心里暖暖的，却也有一丝担忧。异地恋真的很难，特别是刚开始的感情，没有足够的基础，很容易因为距离而变淡。回到南京后，小薇向公司申请了远程办公的可能性，但没想到公司态度强硬，只给了一个选择，要么按时到岗，要么辞职走人。丽姐，我该怎么办？小薇愁眉苦脸的来找我，我不想放弃这份感情，但我也不能说走就走啊。我在南京的事业刚刚有了起色，房子还有房贷要还，父母也在这边，感情和现实从来都是两难的选择。我叹了口气，你和陈佳宇好好沟通了吗？沟通了，他说他理解我的难处，可以先维持异地恋，等时机成熟了再做决定。但他也坦言，他在台南有固定的工作和家庭，短时间内无法到大陆发展。这就是两岸婚恋最常见的问题了。我点点头，一方必须做出更大的牺牲。在我接触的案例中，通常是女方会选择过去，因为台湾男生普遍比较顾家，更看重生活品质而非事业发展，所以不太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但台湾的工作机会相对大陆来说要少一些，薪资水平也不如一线城市高。是啊，小薇低下头，虽然很多人觉得台湾很穷，但实际上台南的生活质量真的很高，人们生活得很精致。只是机会确实比不上南京多。无论如何，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需要共同面对。我建议你们先维持异地恋一段时间，彼此多了解，看看这份感情是否能经得起时间和距离的考验。接下来的几个月，小薇和陈佳宇通过视频通话保持联系，几乎每天都会聊天。虽然隔着屏幕，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陈佳宇会在执勤之余录制台南的风景和美食视频发给小薇，小薇则会把工作中遇到的趣事分享给他。隔着千里，他们依然努力参与彼此的生活。3个月后，小薇再次请假前往台南，这一次她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给陈佳宇，
一个精心设计的相册，记录了他们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从第一次见面的医院照片，到每天视频通话的截图，再到彼此分享的日常。这太贴心了，陈佳宇翻看着相册，感动的眼眶发红。你知道吗？大陆女生比台湾女生更懂得如何用实际行动表达爱意。你们更主动，也更愿意为感情付出，是吗？我以为台湾女生会更浪漫呢。小薇笑道，不同的浪漫吧。台湾女生可能更含蓄一些，喜欢用细节来表达，而你们更直接，想到什么就去做，这种真诚和热情真的很打动人。这次台南之行，陈佳宇特意请了1周假，带小薇去了更多地方。他们去了阿里山看日出，去了垦丁的沙滩戏水，去了台北的街头巷尾，感受不同的城市氛围。旅行中，他们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陈佳宇，我发现你真的很会照顾人。在一家温泉旅馆，小薇泡在热气腾腾的池子里，享受着陈佳宇递来的鲜榨果汁。从安排行程到准备零食，你都考虑得面面俱到。这是基本的吧？陈佳宇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妈从小就教育我，男生要会照顾人，尤其是自己心爱的女孩。在大陆，很多男生觉得这是39妈宝39的表现，他们更注重事业上的成就，家务和照顾人这些事情往往不太上心。小薇叹了口气，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之前的感情都不太顺利吧，总觉得缺少被重视和关怀的感觉。陈佳玉听了，认真地说，每个地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确实有差异。在台湾，我们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家庭的和谐。虽然事业也很重要，但不会把它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责任是照顾好家人，让他们感到幸福。小薇默默地注视着他，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回南京前一天，小薇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陈佳宇，我想搬来台南和你一起生活。他郑重地说。真的吗？可是你的工作，我已经决定辞职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投简历，已经有一家台南的设计公司对我有意向。薪水虽然比不上南京，但生活成本也低一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和你在一起。陈佳宇激动地抱住他，你愿意为我放弃那么多，我真的很感动。不是单方面的牺牲啦。小薇笑着拍拍他的背，我本来就喜欢台南的生活节奏，而且这边的设计氛围也很不错。我相信我能够适应，甚至会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那我们先试着同居一段时间，如果真的合适，再考虑更长远的事情。小薇理性地说，毕竟2个人生活在一起，和隔着屏幕谈恋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完全同意。陈佳宇点点头，我会帮你联系好房子，准备好一切。等你处理完南京的事情，就可以直接过来了。放心吧，我已经和丽姐商量好了，她会帮我照看南京的房子，必要的时候可以出租出去。那真是太好了。陈佳宇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2个月后，小薇正式搬到了台南，开始了和陈佳宇的同居生活。陈佳宇租了一套位于安平区的2室1厅公寓，离海边很近，周末可以散步去看海。房子不大，但很温馨。陈佳宇还特意布置了一个小工作室给小薇，让她可以在家里安心工作。刚开始的生活简直如同蜜月，2人每天腻在一起，下班后一起做饭，周末一起逛市场买菜，或者约上朋友去附近的小餐馆聚餐。陈佳宇的朋友们都很热情地接纳了小薇，让她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台南的生活。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小摩擦也开始出现。陈佳宇，你能不能把袜子放进洗衣篮啊？我每次都要到处捡。某天晚上，小薇看着地上散落的袜子，忍不住抱怨。抱歉，我习惯了就脱下来。陈佳宇连忙道歉，弯腰捡起袜子。还有，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湿毛巾放在沙发上，会弄湿的。好的，我下次注意。类似的小矛盾时有发生，但陈佳宇总是很快道歉，然后改正自己的行为。这让小薇有时候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你太好说话了，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很凶。一天晚上，2人躺在床上，小薇突然说，陈佳宇一脸困惑。就是在大陆，情侣吵架通常会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但你每次都是立刻道歉，然后改正，
虽然这样很好，但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是不是太顺从了。陈佳宇笑了，我不是顺从，而是觉得没必要为这些小事争执。感情中最重要的是包容和理解，而不是争个对错。如果你指出我的问题，那多半是我确实做得不够好，为什么不改正呢？这就是台湾男生和大陆男生的差异吧。小薇若有所思。大陆男生可能会觉得直接认错是没面子的事情，宁可绕弯子也不愿意低头。其实这不只是两岸差异，更多的是个人成长环境和价值观的不同。陈佳宇搂住小薇，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他人，特别是自己爱的人。在我看来，道歉不是认输，而是一种尊重。小薇靠在他怀里，心中的感动难以言表。除了生活习惯的小摩擦，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困扰着小薇思乡之情。陈佳宇，我明天想和爸妈视频，你有空一起吗？当然可以。陈佳宇爽快地答应了。视频通话中，小薇的父母看起来很高兴，但眼神中掩不住的担忧还是被小薇捕捉到了。女儿啊，台南那边还习惯吗？小薇妈妈关切地问。挺好的，妈，这边生活节奏慢，空气也好，陈佳宇对我也很好。那工作呢？工资够用吗？工资是比南京少一些，但这边消费也低，总体还可以。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们啊。小薇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挂了电话，小薇突然沉默了。怎么了？陈佳宇关心地问。我突然有点想家。小薇的眼眶红了。虽然台南很好，你也很好，但毕竟离家太远了。我担心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怎么办？我理解。陈佳宇轻抚她的背。如果你想回南京看看父母，尽管去，我可以请假陪你一起回去。真的吗？小薇抬头。可是你的工作哪有家人重要？而且你为了我已经牺牲了这么多，现在轮到我为你做些什么了？听到这话，小薇忍不住扑进他怀里痛哭起来。我真的很爱你。